谢谢啊。哎，几层来着？我这个猪脑袋，我怎么没问啊？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和氏集团在几层啊？原来在18层啊，谢谢啊。我听说和氏集团的那个负责人很难搞，是不是？肯定很难搞啦，要不然把部下都培养成机器人。嘿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不理我？其实你这样的人呢，我也蛮同情你的。我同情你，谁同情我呀？算了算了，我还是赶紧的好好练习一下。要我面对这个苛刻人该怎么说？嗨，你好，这是我做的 PPT。听说你呢非常的苛刻，所以我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这样说不把他得罪了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再来一次啊，嗨，是完18层到了。算我多嘴一句啊，人与人之间呢，也不能只是冷漠的工作关系，就算是上下级之间呢，也应该保持关爱，对吧？人千万不能因为工作而丢掉生活。Smile。喂，何总，完美公关的苏小姐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好的，我5分钟后到。你不是刚才我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人吗？你们公司那个很难搞的负责人呢？我就是公司很难搞的那个负责人。对不起，我在电梯里边说话太过分了，但我没有想到您就是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啊，这是我做的那个计划，您看一下吧。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 PPT， 您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，我可以进行修改，修改到您满意为止。看完了。这么快就看完了？该不会被否了吧？我觉得这个企划案做得不错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详细的说明一下。说明？我最怕这个。哎呀，完蛋了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天生的一遇到大事就说话不太利落。但是我们公司很重视这个项目，请您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们公司一个机会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事情可以随时打给我。何汉，这谢总平时看起来和蔼可亲，今天我才算见识到美女也有可怕的一面。真是理性又不拖泥带水，苛求每个细节，真的很难想象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？名片。名片？哦，你好，刘小姐，我叫何木，我这张脸就是一张名片，身边这位就是谢老板。我们完美公关公司呢，这些年来都是公关行业的模范，无论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很快的会帮你解决。这是你犯的第3个错误。不
不好意思，请继续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最近媒体曝光了一组我和韩先生回家的照片，网络上现在铺天盖地都是这个新闻，我的工作和生活全都被打乱了，而且已经影响到韩先生的事业，韩青集团的很多业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，公司的股价也开始下跌，所以我想委托你们帮我处理一下。刘小姐，我们想先和韩先生接触一下，了解一下他那边的想法。我和韩先生提过要处理这件事，但是每次和他商量，他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为什么呀？他说流言蜚语他不怕，而且确实和我是恋爱关系，所以不必藏着掖着。我劝不动他，只好自己过来找你们了。刘小姐，你方不方便告诉我们，你和韩先生是怎么认识的？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韩先生的时候，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。他们出生的时候呢，嘴里含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讲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开始崇拜他。一无所有。大四那一年，他到另外一所学校演讲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是他的演讲，我都会跟追星族似的跑过去听。从那时候，我就爱上他了。其实粉丝爱上明星并不少见，可是你们究竟是怎么在一起的呢？思博退休之后，成立了韩青教育集团。为了离他更近一些，我辞去了原本的工作，跑去韩青集团应聘。啊，你这么执着啊？您请继续。后来，他的秘书组正好有个空缺的位置，而我又恰巧被评为优秀员工，于是他就把我补缺。再后来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你为了他付出这么多，刘小姐，你觉得值得吗？记得一句话吗？一个人一生至少该有一次，为了某个人而忘记自己，不求结果，不求同行，不求曾经拥有，甚至不求你爱我，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。我想，每个为爱坚守过的女人，都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他不是瞎编的吧？谢总，其实我看这个事情很简单，一点都不复杂。怎么简单？虽然他说的很煽情啊，但是掩饰不了他内心真正的想法。你想呀，韩思博60多岁，有上亿的身价，而刘倩呢，年轻貌美，这摆明了就是男的图色，女的贪财，众所皆知的上位。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？人要是没知识呢，就要有常识；如果没有常识呢，就要看电视，这就叫社会现象。在得到这个结论之前，你看过资料吗？我没有啊。没有看过资料你就下结论，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表现。你这个做事情只看表面不看本质，这已经是你今天犯的第5个错误。我今天刚跟谢总正式共事的第一天，就犯了5个错误，这也太出师不利了吧？不行，我明天得扳回这一局来，我一定要把他所有习惯都要搞清楚。喂 ，Coco， 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？什么事啊？就是你那天跟我说关于谢总什么乱七八糟那一大堆的习惯，你能不能清清楚楚的再告诉我一遍？挨批了吧？我早就料到了，好吧。那我就告诉你，除了咖啡，你还需要再准备50条。第一，出行前你要查好最佳路线。第
第二，你要随身携带客户的资料和谢总的名片。第三，你要时刻准备好行程表。第四，停车的时间绝对不能超过5分钟。等一会儿，你让我拿笔记一个啊。